我叫阿凯，今年42岁，住在吉隆坡南部的一处老旧公寓。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7点半出门，8点整准时坐在办公室的角落，那张不太起眼的桌子前。工程顾问这行没什么光鲜亮丽，靠的是经验，还有看透局势的耐心。人们常说，男人40是个分水岭，过了这个岁数，不再年轻，也不算老。身边的朋友，有些成了懂事，有些还在为房贷焦头烂额。女人方面，有的依然夜夜笙歌，有的早已对性这件事失去了兴趣。我呢，介于中间。我结过一次婚，离了，那是7年前的事了。没有孩子，没有太多纠缠。她嫌我太冷淡，我说她太情绪化。其实，感情破裂的原因从来不只是一个。我承认，那段婚姻里，我对性的热情早早退场了，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对着他时，那种感觉慢慢淡了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变成了室友，最终各走各路。我不是没想过，是不是我出了问题？去医院检查过，医生说身体没大碍，只是压力大，精神紧张，建议我多运动，多放松。我点头称是，回头还是照常加班熬夜，一杯黑咖啡扛到凌晨2点。那几年，我的性生活很稀少，不是没机会，而是提不起劲。身边也不是没有女人靠近过，有一个同事，30多岁，单身，谈吐得体，偶尔加班后一起吃饭，他会看着我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对女人没兴趣？”我笑笑，说：“年纪大了，累。”其实他知道我在说谎，我也知道他知道。真正的转变是在39岁那年。那年，我的一个大学好友过世，心脏病发作，走得突然。葬礼那天，我看着他妻子抱着孩子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忽然意识到，人生真的是一场短暂的旅程，有些事情不做就永远错过。我开始改变，不是一下子，而是慢慢的。比如晚上不再加班，会去健身房跑步，身体好了之后，性欲也渐渐恢复。那种久违的身体里自发涌起的渴望，不是年轻时的冲动，而是一种带着意识和审慎的沉静欲念。40岁以后，我的性生活比过去任何阶段都更有意识。那时我认识了阿玲，她比我小7岁，在槟城一家艺术馆工作。我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的。她的眼睛很特别，不大，却亮得像黑曜石。第一次见面，她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好像一潭深水，看不见底。”我只是笑，那笑容之后，是一段让我重新理解性的关系。和阿玲第一次单独见面，是在她工作的艺术馆，一场小型的摄影展，她请我去，我也就去了。展厅不大，冷气吹得有些过，墙上挂着一组黑白的街头照片，杂乱的街市，深夜的小贩，雨后的泊车场，每一张都像生活的一面镜子。我站在其中一幅前面出神，他走过来，站在我身旁，低声问我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其实是在想，那种孤独感是被拍出来的，还是本来就在那里？”他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下头，然后拉了拉披肩，说：“你是我见过最沉得住气的男人。”那天结束后，他提议去吃夜宵，我们去了离艺术馆不远的一个泰国小档口，点了冬盐汤、炒饭，还有2瓶啤酒。他喝了一口，说：“我不喜欢追求刺激，但有时候太平淡也很难坚持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听出了那句没说出口的话。几天后，他来吉隆坡，说是来见朋友，顺便想看看我住的地方。我没有拒绝，其实我知道他不是顺便。我家的屋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。我泡了茶，我们坐在阳台，他脱了鞋，把脚盘在椅子上，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。风吹进来，吹动她的裙摆。我突然有一种很久不曾有过的欲望，那不是单纯的性冲动，而是一种更复杂、更深层的渴望，想靠近，想触碰，想确认自己还活着。我问他：“你今晚住哪里？”他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我，慢慢地说：“你呢？想我住哪里？”那晚
我们自然地走进了卧室，过程没有激烈的争夺，没有年轻时那种急迫感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。他的身体纤细，却有力量，动作温柔而笃定，仿佛一只熟练的手，把我从沉默中拉出来。我们之间没有多余的对白，只有身体在交流，像久旱后的大地吸收着甘露。那是我离婚后第一次，如此彻底的与一个人合二为一，既是肉体，也是精神上的靠近。结束后，他蜷在我胸口，指尖划着我肩膀上的旧疤，说：“你身上有很多过去。”我轻轻应了一声，没必要解释太多，他也不是想听理由，只是他的存在让我意识到，我的身体和心灵都还没有老去，只是沉了，沉得太深，需要一个机会被重新唤醒。那晚我没怎么睡，一直看着窗外的灯光，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。40岁的夜晚，没有爆炸性的浪漫，却有种沉稳的安心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重新定义性生活这3个字，不是频率，不是技巧，而是连接和另一个人真实的碰撞，又真实的靠近。和阿玲的关系从那晚之后变得密切，却又带着克制。我们不像恋人，也不像情人，没有承诺，也没有戏剧性的告白。有时他会来吉隆坡，一住就是2、3天，有时我也会请假去槟城，在他的租屋处待一个周末。白天他工作，我就找间咖啡馆坐着读书、看人，写些没打算给谁看的笔记。我们之间的性生活是安静的，不浮夸，不贪婪，却极度亲密。他懂得用眼神挑起我，也知道在什么时候慢慢退开。他说我不喜欢把性当成交换，我说我也是，但我们都明白，这种安静里的炽热藏着一种更深的依赖。有一次我们在他的房间做爱后，他靠在我的腿上，突然问我，你会爱上我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坦白地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只知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是安心的。他笑了，说，你真的很老派。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20多岁的状态，但又不是。那时候的我只懂得释放，不懂得感受。现在的我更在意过程中的每一寸温度，每一次触碰所带来的回响。性变得有了重量，可现实从来不会让一切太顺。我们见面的次数开始减少，起初是因为工作，我手上接了个新项目，他那边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信息变少，电话也从每天1次变成每周1次。有一晚我加班到很晚，回到家洗澡出来，看到他发来了一条讯息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只需要一个身体。我看着那条讯息很久没回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我需要的不只是身体，那是事实，但在我的生活节奏里，表达爱意从不是优先项。我太习惯独处，也太习惯把情感压在理性下面。过了几天，我终于回了一句，我不是只需要身体，只是我表达的不够。他没有回复。那段时间我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，没有性，没有亲密，甚至也没有自慰的欲望。不是身体出问题，而是心思乱了。我发现中年之后，性的驱动力越来越不像年轻时那样直接，不是一阵冲动就能解决一切。有时候是空虚在推着你往前走，有时候是孤独在召唤你寻找温暖的皮肤，更多时候是你在想念一个让你在身体里找回情感回声的人。阿玲就是那个回声。失去她的联系之后，我试着去认识别的女人，有1、2个约会对象，外形也不错，谈吐也不差。我们在酒店房间里亲吻、脱衣服，甚至滚上床，可一切进行得非常机械，像是演练。我的身体没有完全勃起，或者说虽然勃起了，但没有兴奋。对方显然也感觉到了，客气地说没关系，我却从内心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。那天回家，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42岁的脸，第一次有了衰老的恐惧，不是外貌的老，是那种情欲慢慢从你身上撤退的老。可我知道，不是我老了，是我的欲望没有落在正确的人身上。我想阿玲了，不仅是她的身体，
更是他靠近我时带给我那种我还被需要的感觉。大概过了2个月，我才终于鼓起勇气发了一条讯息给阿玲，我一直在想你，没加问号，也没加标点，像个40几岁男人该有的样子，节制、迟疑又不甘放手。他没有回，我理解，毕竟这段关系里从一开始就是他更主动，是他敞开心门，是他在等待我回应。可我一直以为稳重就是沉默，直到他不说了，我才知道沉默也是一种伤人。我没有再发第2条，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，也从不认为感情是求来的。我开始尝试重新投入生活，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，把自己的屋子整理得像有人会场外一样。可其实我知道，那不是为了谁，而是为了掩盖空虚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我认识了慧心。慧心是客户公司的采购主管，比我小10岁，已婚，育有1女。她的婚姻显然并不幸福，常常在我们谈公事时突然话锋一转，聊起她丈夫如何冷漠，如何把家当旅馆。最初我只是做个听众，点头附和，保持适当距离。可她开始有意无意的靠近，微信常常不是谈事，而是发些生活照、自拍，甚至有几次深夜打来电话，说只是睡不着。我明白她的暗示，也承认自己被某种久违的感觉吸引了。那是一种被主动需要、被试探、被期待的感觉，和阿玲的平衡不同。这是一种几乎毫不掩饰的欲望游戏。有一天晚上，她约我吃饭，说她丈夫出差，孩子给母亲带。我本想找借口推掉，可不知怎么的，答应了。那顿饭我们喝了酒，她穿的比平时大胆许多，短裙高跟，微卷的头发散在肩上。吃完，她看着我，轻轻问了一句：“今晚要送我回家吗？”我没立刻回答。她忽然靠过来一点，用很低的声音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个正经人，但有些时候，我们都只是想被理解。”那晚，我们去了酒店。身体上，她比阿玲更主动、更开放，甚至可以说更激烈。她像是在发泄，也像是在确认自己依然有魅力。而我，则是半推半就地沉溺进去，不是因为情感，而是因为寂寞和困惑。结束后，我们躺在床上，她靠过来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后悔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但心里其实有点空。那种空，不是罪恶感，是一种清楚的知道，这不是真的冷静，就像一场梦，醒来后只剩一层微凉的汗。”从酒店出来，我一个人走了很久，夜风吹在脸上，我突然很想抽烟，而我已经戒了10年。回到家，我打开旧手机，那是我和阿玲最常联系的号码。我翻出她以前发的照片，一张是她在海边，穿着白衬衫，头发被风吹起，笑得很自在。那一刻，我想起她靠在我胸口睡着时的呼吸，那种沉稳、有节奏的安宁，那是真实的，不是激情，不是补偿，不是逃避。而我，到底错过了什么？过了几天，我还是发了一封电邮给阿玲，不是讯息，是电邮。我写道：“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看这个邮箱，只是我想说，有些话我以前不敢讲，也不懂得怎么讲，现在我知道了。我其实一直是在怕自己付出太多后会被留下，所以我选择了沉默，选择让你走开。可是这几个月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不是寂寞，是想你。如果你愿意听我解释，哪怕只是一次，我会在老地方等你。”发出去的那一刻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不是因为有希望，而是因为终于卸下那个中年男人最沉重的盔甲，自以为是的自制。老地方是滨城的一家小茶馆，靠近他工作室。我在那坐了3个小时，点了一壶普洱，一直没动，只是等。他没有来，我没有怪他，他有全部原谅。可就在我要起身离开时，门外响起一阵熟悉的脚步声。回头看去，他站在门口，穿着最常见的牛仔裤和 T 恤，头发竖起，眼角挂着一点疲惫。他看着我，没说话，我也没动。那一刻，好像所有话都不需要说了。他走过来坐下，轻声问我：“这次
你是真的想靠近，还是只是再想起我了？我点头，说，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，但现在，我确定，我想在你身边。他笑了，那种疲惫中的释然，很像当初我们刚认识时那种平静。他没有马上答应我复合，但那天，我们一起走在海边，像普通的朋友，像刚刚认识的人。中年人的关系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不再靠激情燃烧，只求一份安稳的并肩。可回到吉隆坡后，我又收到了慧心的信息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。你呢？我看着那行字，脑袋一时空白。那不是游戏了，也不只是寂寞的交换。他把感情投进来了，而我从来没真正想过负责。我没有回他的信息，而是打了一通电话。他接起来那一刻，我说，慧心，对不起，那晚我不该答应你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，我知道你心里不是没有人。我说，也许我在逃避，也许我只是想确认自己还行，但现在我知道不该这样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，你是个好人，可惜我们遇错了时间。那通电话之后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删了，不是恨，不是躲，而是我知道，如果我还留着，会反复动摇。40岁的人，动摇一次就可能失去所有。那晚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灯火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性生活不是用来填补孤独的，而是用来承载情感的。欲望可以短暂慰藉你，却无法替你擦干内心真正的空虚。真正的性，是在理解之上，是有人懂你，碰你，抱你，不是因为你是谁，而是因为他愿意让你靠近他的世界。我开始学着整理自己，清空不必要的杂念，重新联系阿玲，不再以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男人姿态出现，而是作为一个愿意陪伴，也能承担的人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最终接受我，但我知道，我现在终于明白自己要什么，不再是单纯的性，而是那个在你脱下防备之后，依然愿意拥抱你的灵魂的人。再见阿玲，是2个星期后的周末，我开车去了槟城，没有通知他，只是走到他工作室门口，他正在画画，画的是一片蓝色海面，空无一人。他看到我时，眉头先皱了一下，然后舒展开来，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我站着说，如果你还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从头开始。他放下画笔，擦了擦手，说，那我们就从吃一顿晚饭开始。那晚我们在他家附近的小餐馆吃饭，点了他最爱的鱼头饭和一道咖喱鸡。我们像普通朋友那样聊起彼此的生活。他告诉我最近在筹备一个个人展，我则说我辞掉了一个合作不愉快的项目，打算自己接案子自由点。饭后，他突然问我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一起那晚的感觉吗？我点头，我记得你靠在我身上，像在找一个出口。他轻声笑了，其实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只是觉得你的沉默给了我一点安全感。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看着我说，你现在还给得起那种感觉吗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握住了他的手。他没有抽回，只是低下头，轻声说，我没有像以前那么大胆了。我说，我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封闭了。他带我回到他家，像上一次那样，我们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靠近。那一夜的亲密和平常的性爱不同，我们脱衣服时都很慢，像在彼此面前重新学习探路。他的皮肤比以前更干，眼角有了细纹，我的肚子也不再结实，但我们的动作却比年轻时更温柔，也更诚实。我们先是亲吻，他的手抚过我的胸口，我轻轻触碰他的背脊，没有急躁，也没有逞强，就像2段年久失修的器物正在小心的磨合。进入他的时候，我看见他闭上眼睛，呼吸缓慢而有节奏。我们没有说话，只有身体的律动像潮水般来回，缓慢却深刻。他的呻吟是压抑的，却带着一种释放后的放松。我们持续了很久，没有中断，没有催促，直到2人几乎同时抵达那种久违的高潮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深层的满足，不是征服，也不是排泄，而是回家。我们相拥而眠，半夜醒来时，
我看见他在月光下熟睡的脸，内心忽然泛起一阵柔软的惶恐，我竟然害怕失去他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煮了咖啡，两个人坐在窗前，没有特别说什么。他忽然开口：“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之间不只是身体，还有未来。”我点头说：“现在的我知道性只是开始，而不是目的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既有不安，也有信任。我明白，那是一个女人在中年之后愿意再一次冒险靠近一个男人的信号。我们没有决定什么，也没有承诺什么，但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像两条曾经断开的线，重新找到了接点。从那之后，我不再以需要性爱的姿态靠近他，而是把性当作我们沟通的方式之一，而不是全部。我们会拥抱，会亲吻，会做爱，有时是激情的，有时是静默的，但每一次都更像是告诉对方，我还在你身边。那种感觉是40岁以后我最珍贵的发现。阿玲提议去佛罗交易走一趟，她说她想看看海，真正的海，不是从工作室窗户望出去那片有限的蓝色。我订了渡轮票，也订了一个临海的度假屋，简单干净，不奢华，正好适合我们这种已经过了冲动年纪的人。渡轮上的风很大，吹乱了他的头发。他靠着我，一直手握着我的手腕，不说话。我们之间有了一种不需多言的默契，像是一种终于不用再解释的信任。到达时已是傍晚，天色微暗，海面像是铺了一层薄纱。他脱了鞋，踩在沙滩上，回头看我，说：“如果你以前能早点像现在这样，我可能早就爱你爱得一塌糊涂了。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可能我以前太怕了。”他点点头，我们都怕，但还好，我们没错过。那晚，我们没有急着做爱，而是一起洗澡，一起躺在床上，听着海浪的声音。他把头枕在我胸口上，手指轻轻划过我肩膀，说：“你现在的身体比年轻时更性感。”我打趣他：“你是说我肚子更有安全感？”他笑出声来，在我胸口轻轻咬了一下。我是说，你的身体现在带着一种诚实感。那晚的亲密是慢的、温柔的。他坐在我身上，动作不急不缓，我们像是在练习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。他的双手扣在我背上，我挽着他的肩膀，直到他轻轻喘息，全身颤抖地伏在我身上。我们没有说我爱你，也没有大声叫喊什么，只有那种彼此熟悉的、安心的感觉，慢慢渗透进每一次呼吸里。清晨，他赤裸着走出阳台，站在海风中，头发凌乱。我走过去，从后抱住他，阳光洒在他的皮肤上，暖得刚好。他轻声问我：“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以为性爱就是激情，是一次次的高潮和满足，但现在我知道，真正让我感到被爱的，是你用双手托住我的那一刻。”我低头吻了他的肩，说：“我以前以为性爱是征服，是炫耀，是一种男人的胜利，但现在我知道，那只是孤独的证明。”我们坐在阳台的木椅上，一起看海，风吹得慢，时间也像是放慢了脚步。我们说起过去，说起各自的遗憾，也说起未来可能的模样，不过不是规划，而是幻想。我们都明白，40岁以后，未来不是一个目标，而是一种持续的调整。那次旅行之后，我们更常一起生活。他有时来吉隆坡，我有时去槟城，有时1周见一次，有时半个月。但我们不再刻意去定义这段关系。我们做爱时，不再追求频率，而是回应。他忙碌时，我也不会打扰；我情绪低落时，他也不强求亲密。我们学会了尊重彼此的节奏，也学会了在没有身体接触时，也能靠一个眼神、一句简单的晚安，确认彼此的存在。中年的性生活，不是激情消退后的妥协，而是从喧闹中沉淀出的理解。有次他问我：“你会不会怀念以前那种1晚做3次的疯狂？”我摇头说：“我更喜欢现在，1次做得刚刚好。”他笑了，我也是。我们没有变得更年轻，但却更完整。我终于明白，性只是通往心的其中一条路，而最稳的关系是当我们脱下彼此的衣服，
也能脱下心里的防备。回到吉隆坡之后，我把家里的书架清理了一遍，翻出一本10多年前的旧日记，写着我30岁那年对理想关系的想象，热烈、激情、忠诚、独一无二。那时的我以为，只要够爱，就能维系一切。现在我知道，维系一段关系，从来不是靠爱而已，是理解，是包容，是一起面对生活的琐碎，是即便激情褪去，也不放弃靠近。我和阿玲没签什么承诺，也没搬在一起。她还是习惯独处，我也还是习惯晚上一杯酒，一本书。但我们知道彼此在哪，需要时一个讯息，一个电话就能靠近。我们依然做爱，不是为了确认爱，而是为了连接，是一种让身体继续对话的方式。有时候我们躺在一起，不说话，只是靠着，彼此的体温就足够填满那个夜晚。有一次他问我，你有没有后悔过我们错过的那几年？我说，如果没有那几年，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，也不会真正懂得你。他点头说，所以我们是刚刚好。我说，我们是现在在对的时候。40多岁，不再像年轻那样渴望轰轰烈烈，不再幻想唯一，也不再想征服全世界。现在的我更想守住一个眼神，一份默契，一段安静的陪伴。我知道自己不再有那种让人疯狂的资本，也不需要用性去证明存在感。我学会了欣赏缓慢的触碰，学会了在一个吻里读懂情绪，也学会了在沉默中感受安全感。我们都不完美，他有时情绪化，我有时还是太冷静。我们会争执，也会冷战，但从不会怀疑对方的存在价值。以前我以为性生活只是欲望的出口，现在我知道，它其实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对关系的理解，对彼此的接受。有一次我们做爱后，他靠着我，轻声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你刚进入我的那一刻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，那时候我能感觉到你是完整的在我身体里，连灵魂也是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把他抱紧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。他让我明白，有些爱不是靠语言表达，而是藏在一次轻轻进入里的温柔，一次深夜拥抱里的安心。后来我偶尔会一个人走进酒吧，看着别的男女在灯光下试图靠近，像看着过去的自己，心里没有讽刺，只有一种理解。我们都走过那段混乱的路，有人还在路上，有人已经转身，而我已经在这个年纪里找到了那个愿意一起慢下来的他。我不再用性生活填补空虚，而是用它作为和他对话的延续。因为我明白，真正的亲密不只是身体的进入，而是愿意一起脱下心的防备。如果你问我这一路上最大的领悟是什么，我会告诉你，性原来不是关于征服，而是关于安放。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留言投稿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男人故事。